等等，我好像迷路了，我正在赶。对不起，没弄疼你吧？疼倒是不疼，不过什么？你打算要蒙多久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算了，我也没怪你，下次小心点。好的。小弟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林北，你就住这儿啊？对啊，多有生活气息，而且这儿吃的也多，方便的。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难不成他真的是某个隐士家族出来体验生活的气少？来，这边坐，屋子有些破，别介意。怎么会呢？我的天，他真的是在体验人间疾苦吧？就凭他给的20块钱小费，都够买20套这样的房子了，竟然还住在这里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林北，你就把这些钱放进存钱罐里？当然啊，这些钱都是些零钱，我总不能找一些专门的银行卡去放他们。我的天啊，这些钱加起来起码有100多了吧？竟然在他眼里是零钱。实在不好意思呀，我回头赔你个存钱罐吧。不用，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。那也不行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赔你的。你小子怎么在这儿？舅妈，你什么身份？竟然敢来这儿？就算你买得起40块钱的紫水晶葡萄，但是这儿是身价200以上的人才能来的地方。赶紧给我回去，万一你在这儿惹恼了某个大人物，连我都保不住。舅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乱跑的。这不是乱跑不乱跑的问题。哎呦，哈哈，白夫人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上次我提议那个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我可是天天都在想着你们娘俩怎么侍奉我。蒋行，你放肆！放肆？哈哈哈哈哈！到了床上，我还有更放肆的。请开！哦，你小子就是白玉凤的外甥吧？看到没？这棒棒糖2块钱一根儿，你这辈子都吃不上。哎，我那儿还有更好的啊！只要你把你舅妈和你妹妹送到我的床上就行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他妈敢打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他妈管你是谁！你敢欺负我妹妹跟舅妈，门儿都没有！行，咱们拍卖会上见，我让你们血本无归！哼，我就知道有你跟着，准没好事。赶紧给我回去，剩下的交给我来解决。李先生，您这边请。白姐，这是今天晚上参加拍卖会的人员名单。这帝王阁里面是谁？为什么没有名字？据说是一位连江子豪都要恭敬对待的大人物。连江子豪都要恭敬对待的人，哼，想必那肯定是天大的人物了。待会儿如果可以的话，一定要去拜访一下，跟他搞好关系。李先生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即将拍卖的商品，起拍价上面都有标注。我要送我朋友一个礼物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您这个朋友应该是女性朋友吧？那当然是星辰之恋啦，女孩子都特别喜欢。这星辰之恋倒是漂亮，佳梦肯定喜欢。对了，等下我叫价不能让舅妈认出来，不然以她的性格，怕是要刨根问底了。给我准备一个面具。
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藏品是玻璃种手镯，起拍价7元，请出价。7块01，7块05，7块2。8块。白芳，今天不仅是你想要的东西，连你老子也要定了。10块。11块。12。蒋行，你非要跟我作对？没错，除非啊，你们娘俩乖乖的到我床上，让你那宝贝女儿给。姚总，您的气性还真是大呀！看不惯老子？你他妈出价呀！否则你给我闭嘴！我家先生出价20元。20块钱，这个男人究竟是谁？竟然能给出20块钱的天价？虽然老子也能出20块钱，但对我后续拍其他东西会有影响，这可是个禁地啊！白芳，帝王阁里那个大人物啊，都已经出到20块钱了。哎，你不打算跟一下？能进帝王阁的都不是等闲角色。既然人家看上的东西，我也不好强抢了。20元1次，20元2次，20元3次。恭喜我们这位来自帝王阁的先生获得玻璃种手镯，恭喜！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最为瞩目的一件藏品——倾城之恋项链，起拍价15元，请出价。他娘的，帝王阁里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每次喊价出双倍就算了，今天所有的藏品都进到他的手里了。不行，这星辰之恋不管多贵，我一定要搞到手。30，我家先生出价50块。60。让你之前那么嚣张，现在没钱了吗？天灯一点，我家先生说70元。80。90。100。我他妈就不信了，今天非让天灯烧死你！蒋总，我劝你还是收手吧。这位先生真的是你所惹不起的。蒋子豪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这位先生出200块。白女士，我家先生说看你挺喜欢这件东西的，让我给您带过来。这个是？我家先生还说了，希望您对您的外甥好点。难道帝王阁里面的就是林北？不可能。李先生，您这回在我们公司总共消费了528元，已经晋升为我们江南商会的至尊 VIP。你们公司还挺客气。那个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李先生，我们会长想要见见您。宋总，林先生来了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。是你？林先生，想起来了。上次的事情不好意思，不过这次宋总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林先生在我江南商会花了这么多钱，我想请林先生喝一杯，不知道林先生赏不赏小女子这个礼？宋会长，您这是？我想跟你谈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下月初1，云海大学校庆，我想请林先生做我的男伴，陪我回母校演讲。为什么会是我呢？
还记得拍卖单上最后一件神秘商品吗？所以宋总，您的意思是，今天你点了天灯，最后一件神秘商品是我。好久了，来，再来一瓶。想不到当初救下我和小兔子的那个小男孩，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不仅长大了，而且都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进来。会长，您找我？林先生的母亲需要这份特效药，你先找人送过去，再找杨院长把他母亲的病情稳定了，顺便再帮我找人把他送到我的别墅去。会长，您这是要……哦，我懂。你懂什么？沙发上睡不舒服，我只是想让他去床上睡而已。明白，我都明白。林先生可真厉害呀，这才几天时间就把宋总也攻略下来了，以后得多跟林先生学习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等一下，我记得我好像被宋清晨给灌多了。你醒了？宋会长，你昨晚挺愉快的呀，你做的不错，很卖力。那我妈的药我已经让人送到医院去了，你不用担心。林先生，真没想到啊，您竟然真的在江南商会认识人，而且还能够花1000元买到这8箱药。药送到了就好，我现在就过去啊。宋会长，真谢谢你啊！哎，昨天还叫我宝贝，今天早上起来就叫我宋会长了，以后叫姐姐。行了，快去看你妈妈吧。看来我还没有老嘛。不卖的啊！哥，你看人家这是私人定制，咱走吧，别丢这个人了。哎，这是你第一次上台，当然要穿的好看一点了。哟，这不是张薇薇吗？怎么出院之后知识暴富了，居然能来这么高端的店买衣服啦？江小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你张薇薇能来，我江小蝶就不能来了？哎，这不是你的废物哥哥吗？不是给不起彩礼被退花吗？带你来这儿买得起衣服吗？江小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一个连5块钱彩礼都给不起的废物，带你来这儿买得起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里的衣服啊，全部都是国际私人定制，最便宜的一件到1块钱，买不起啊就赶紧滚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，影响人买衣服的心情。哥，咱走吧。哎，走什么呀？他口气这么大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买多少件衣服。江小姐，您来了。我们学校下周校庆，我要来这儿挑一批衣服，在下周穿。江小姐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款式？这一排，还有这一排，我全要了。我的尺寸你们店里不是有吗？照我做就好了。好的，江小姐，我这就给您安排。天哪，江小姐这次买衣服至少要花将近20块钱呢，那我的提成岂不是就有5块钱了？不了，付了。看什么看？不买衣服赶紧让开，别碍了贵客的眼。就是赵薇薇，我说你来这儿是买衣服的，还是看我买衣服的呀？你要是羡慕，你直接说就好啦。哎呦，你这废物哥哥还挺有眼光的嘛，挑了2件最便宜的。不过也是，这种档次的衣服啊，配你绰绰有余啦。服务员，来，除了这2套，把你店里所有的衣服都给我妹妹来一件。什么？先生，您确定吗？怎么？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
没有没有，可是先生，我们店库总共256款衣服，如果说每一件都做的话，总共得100块钱。就是啊，哥，咱哪来这么多钱？才100块，这些钱放在以前，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。我想，这些应该够了吧？什么？这就是传说中的100块钱？我的妈呀，这真的是传说中的100元吗？先生，您给的钱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店铺根本找不开。您能稍等我一下，我去请示一下上级吗？行，你去吧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要是有100块钱，怎么可能连5块钱彩礼都给不起啊？这100块钱绝对是假的！江小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意思我哥他不配这么多钱喽？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是姓林吗？对，我姓林，叫林北。原来您就是林先生，刚才实在不好意思，请原谅我的无礼。我们总部说了，林先生是黑金卡会员，所有费用从黑金卡里面扣除，所以您不用再支付额外的费用了。什么黑金卡？哎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怎么可能是黑金卡会员啊？你说的是这张卡吧？是的，我们老板是抖音平台的老板，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通知我们一定要服侍好您和您的家人。您选的衣服我们会尽快制作完成，保证在您妹妹校庆之前送到。那我的呢？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林先生的黑金卡拥有最高优先权益，您的衣服可能得再等一等了。那最快需要多久啊？1个月后。赵小姐，请您跟我过来，来测量一下您的身体数据。你说你都已经这么有钱了，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换一个大点的房子，或者是好点的车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呢，那这贬值的时间只有100天，而这期间只要是我买到的东西，都会变成我的固有资产。为什么不趁现在多搞点其他东西？哥，哎，你说的对，走，哥现在带你去买别墅。别墅，我只让你买一个100平的房子而已啊！晦气，这人穿成这样还敢来这里看房，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？就这穷三样还敢来这儿，真是恶心人啊！张少，好久不见呀，您怎么没提前联系我啊？对了，您今天是来看这个湖滨别墅的吗？我说带着我家的宝贝来这儿买一套婚房，不过看来你们这儿也不怎么样啊，什么人都能来看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哟，怎么还替你这穷酸老公说话呢？你也不看看他穿的是什么东西，这里的房子是你们能看得起的吗？哎，她是我妹妹，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啊！对，妹妹，现在叫妹妹，床上也叫妹妹。真说话怎么这么贱？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哦，我来看看房子。好的，先生，请问您想看哪种户型呢？马冬梅，没有看见张少过来啊？过来伺候张少。另外，叫2个保安过来，把这2个穷鬼赶出去。先生，请问您预算是多少呢？不用了。你们这儿最贵的是哪一栋啊？我们这儿最贵的当然是湖滨别墅了。不过像你这种人，应该买得起。就是，你也不看你自己穿的什么东西，这里的房子也是你能看得起的吗？张少，咱们分房就买这湖滨别墅好不好呀？这儿的房子你们恐怕买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湖滨别墅我全要了。你这穷鬼口气也太大了啊！你知道我们这里的别墅多少钱一栋吗？我们这里的湖滨别墅一栋60元，我们这儿总整12栋，你买得起吗你啊？1套60，12套就是720。哥，你疯了？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就是，别说要买12套别墅了，现在的你恐怕连1套都买不起吧？刷卡，所有的湖滨别墅我全要。还不收钱吗？我这就过去。不过您真的不需要先看一下房吗？看房？他也配呀！难怪你来这么久了，一单都没签成啊！看咱们这行，最重要的就是眼力劲儿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我买不起？先生，您真要买也可以，不过得先验资。你的余额为122元。哇，那个
张少，你也太有钱了吧！您居然有122元的天价资产，那您的总资产不得有个300-400块吗？小子，怎么样？你的存款有我的零头多吗？你刷刷看了。警告：当前余额无法显示。POS 机都没有办法显示您的余额，您8成是没钱吧？就啊，你再看看 POS 机上写的是什么？显示什么？余额无法显示，你就是没钱。那个主管，当前余额无法显示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卡里边钱太多了，咱们 POS 机显示不出来。马冬梅，你不懂别乱说。咱们这儿的验资机器最高能验1000的资产，我就不相信你有1000的余额。就是有1000块以上存款的，别说整个云海了，就是放眼整个华夏都超不过5个人。如果我真有1000以上的存款，你要真的有1000块以上的存款，我立刻就跪地上叫你爸爸。这女人的恶趣味可真重啊！行啊，12栋湖滨别墅，你现在刷卡看看钱到不到账就知道了。你个穷鬼，我看你是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呐！我现在就拆穿你的谎言。您的消费720元。这怎么可能？如果按照现在这么算的话，那你岂不是有超过1000块的现金存款？相比于这个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跪在我面前，为我叫声好听的？你别太过分！张少，你喜欢哪一套湖滨别墅？如果你让你的未婚妻兑现刚才的承诺的话，说不定我心情好，送你一套当婚房怎么样？都是你这个贱女人！要不是你狗眼看人低，我们也不会丢这人。张少，那个先生，跪在地上叫你爸爸，是不是有些太羞耻了？要不换个地方吧？那换哪儿？床上行吗？长得挺丑，想的倒挺美。那个马冬梅，这儿没您什么事儿，您先去忙其他的吧。啊，林先生啊，您真是我们的大贵客。这样啊，我稍后呢就带您去办理我们别墅购买流程啊。等到晚上呢，我们还会给您准备特殊流程。你叫马冬梅是吧？麻烦您帮我走一下房子的流程。林先生，您真的要让我为你走这个流程吗？当然了，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业绩。谢谢林先生，谢谢林先生。哇，哥，这别墅也太大了，这比我妈住的别墅还要大。你要是喜欢，哥送你一套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哥，这样我就能天天带着我同学在这个别墅里边开 party 了。先生，这就是我们湖滨别墅的12套别墅了。这些别墅目前是整个云海最好的别墅区，其中最好的别墅属于湖中心的湖心亭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时间吗？一起吃个饭吗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应该我请林先生才对。你也别客气了，走吧。喂，老公，你是不是忘了答应过人家什么事情了？哎，宋会长，你说话就不能正常点吗？叫错称呼了，见面的时候要发音文问一下。宋姐，真不知道你小子究竟是怎么想的，想被我送亲成魂的人那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就这么嫌弃我？行了，不跟你瞎聊了，你给我个地址，姐姐开车接你去。湖滨别墅。厉害啊，弟弟，你竟然这么有钱，都直接能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湖滨别墅，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包养姐姐？姐姐很便宜的，只要给口饭吃，不仅身教体柔易推倒，而且还会36种姿势，72般变化。
哥，哎，谁呀？诈骗电话。骗钱的。骗身子的。云海大学的校庆人还挺多的。那当然了，云海大学的校庆可不仅是在校学生的庆典，更是我们这些已经毕了业的人的庆典。哎，同时啊，这还是一个可以和曾经同校毕业的成功人士交流经验的机会。不过，像我家小男人这么优秀的人，我想我今晚应该不用再去找别人进行商务洽谈了。他们要是知道你有多厉害，一定会主动舔过来的。宋姐，你能不能先把手松开啊？那可不行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说的厉害，可不仅仅只在超能力上，还有某些功夫。这女人没救了。我就说，怎么能那么有钱，买了那么多衣服？原来是赵薇薇这个废物哥哥傍上了富婆啊！呸！真不知廉耻，也不知道这小子究竟是怎么讨到富婆欢心的。那富婆这么漂亮，也算是瞎了眼。行了，也不是什么人你们都能骂的。另外，我让你们请的那个3线小明星，请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小迪，韩小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校长这次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我们肯定不能办砸呀。那就行。赵薇薇，你以前除了家世，什么都比我强。这次我凭家里的关系请到了韩露露来登台现场，我就不信校花这个名头还落不到我头上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在商场买了全套衣服被包养的狗吗？你记住妈妈走啦。小孩子没事儿就一边待着去啊！还生气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林北，我可都看见了，你是从一个女人车上下来的，还说不是被包养了。如果你承认的话呢，我保证不会让你难看，否则的话，不仅是你，因为你的原因啊，你的金主妈妈也会下不来台的哦。那你可以试试。请各位校友入场。林北，你要不要听听规则，再考虑一下自己该坐哪儿啊？什么意思？这蓝色餐巾的呢，是总资产100元以上才能做的；黄色餐巾的呢，是总资产500元以上才能做的；橙色餐巾的呢，是总资产800元以上才能做的；而这黑色餐巾的，是要总资产1000元以上才能做的。像你这种被包养的狗，要不自己想想自己该坐哪呀？哈哈，要我说呀，他最多也就只能做蓝色餐巾的一桌。说什么呢？他的总资产怎么可能会有100元？分明应该坐在下人那一桌。对，还有应该坐宠物狗那一桌才对。100块，500块，800块，1000块。没错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总资产上万块的应该坐在哪？你在开玩笑吗？像你这种被包的狗，总资产能有1万块，就连帝都4大家族总资产加起来也不过才1万块钱。像你这种人，总资产能有1万块钱。哟，林先生，楚行长，好久不见。您认识他？当然认识了，这位林先生可不一般，他可是给我们云海银行。楚行长，在小孩子面前就不要吹这些牛了。哦，明白，我懂啊。林先生有合适的位置了吗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安排了这种等级作为制度，让您这样的人物都没有合适的位置坐。没事儿，我随便坐就好。您要是不嫌弃，我们坐在一桌怎么样？好啊。怎么可能啊？云海银行的楚行长怎么对他这么尊敬啊？哥，我在后台，你快来看看你妹妹穿这一身漂亮不漂亮？怎么样，哥？我穿这个衣服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你可是我妹妹。那个一会儿上台的话，你多给我拍几张照片呗。好吗？这
这儿就是云海大学，也不怎么样嘛。这本来以为云海大学是云海的知名学府，应该有点东西，没想到这么破旧不堪。那个您好，这个地方不可以抽烟的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帮我做事？干什么啊？哟，这小帅哥长得还不错嘛，有没有兴趣今天晚上上姐姐的床？到时候呢，我介绍几个娱乐圈的资源给你认识，好女生顶流。林北，这位呢是韩露露韩小姐，是我们今晚校庆的重要嘉宾，你别无礼。韩小姐，这两个人啊不懂事儿，你呀别往心里去。这本来吧，我今天晚上心情挺好的，被这小丫头一闹，我心情不好了。算了，不唱了。那怎么行？你明明都答应我们的，要不然我们怎么交代啊？你想怎么办？不行的话，让赵薇薇给您跪下来磕头道歉也行啊。磕头道歉，这个条件还不错。想要让我唱的话也可以，除了磕头道歉，我还要你们云海大学再给我5块钱的精神损失费。5块钱啊？怎么可能？我们只是一些穷学生，怎么可能能拿得出来5块钱这么大的钱？哪怕是学校的财政部，也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儿拿出来5块钱呢。这件事情是赵薇薇惹的祸，还是让赵薇薇自己解决比较合适吧？就是赵薇薇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惹出来祸，你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如果韩小姐今晚不登台献唱的话，如果要闹到校长那里，我可不会替你隐瞒。还有啊，你哥不是有钱吗？让他过来掏钱啊！你赶紧跪下来磕头道歉。江小蝶，你别欺人太甚。你说要让我妹妹给你磕头道歉？没错。你还说想要5块钱的精神损失费是吗？对。好，很好。喂，宋姐，你帮我查一下一个叫韩露露，她有没有所属公司？哟，还想找我的公司告我的状？我今天告诉你小子，哪怕你今天赔偿我10块钱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真是反了你了！你是谁啊？韩露露，你怎么能欺负宋总的贵客呢？赶紧给我道歉！刘总，刘总是吗？我这里有20块钱，想购买你的公司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什么？整整20块钱？先生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您真的打算用20块钱买下我们的整个公司吗？这是宋姐的手机，我是宋姐的朋友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。同意，当然同意了。只要您的钱到账，我们公司马上就是您的了，甚至公司名下的那些女艺人，您都能随意安排。微信转账20元。收到了，雷先生您真是豪爽，公司合同过户的相关事宜，我这就让人去云海大学给你签署。韩露露，如果您不想被解雇，我劝你最好赶紧给这位雷先生道歉，否则的话，刘总，您不能这样啊！你忘了我这些年对公司的付出了吗？刘总，林先生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刚刚是我多有冒犯，您就放我一马吧。这样吧，我不仅能为云海大学献唱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还能免费为你一个人唱一整晚。不用了，公司以后再也不会培养你。公司还有一个保洁的任务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去打扫卫生间。哥，他要是不唱，那谁来唱啊？当然是你呀！我？对啊，你唱歌不是挺好听的？相信我。好吧。谢谢大家。哎，林北，你妹唱歌可真好听，比那个3线女明星唱的好多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怎么样，哥，没丢人吧？薇薇啊，你有没有要出道的打算？出道？有啊，这谁不想当女明星，每天穿漂亮的小裙子呢？正好你哥已经买下了云海互娱公司，你可以直接利用公司出道啊。有道理啊。对了，哥，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是不是嫂子啊？啊，她不是。嫂子好。
微信转账10元。微微啊，这是嫂子给你的见面礼。谢谢嫂子，祝嫂子和我哥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日夜生肖，长生不死。你在说什么屁话呀？各位来宾，各位在座的新老同学、老师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优秀人才，那么今天借我校100年校庆之际，向在座的各位优秀人才提出一个项目：如果哪一位愿意投资，让我们云海大学医学系再多一栋实验楼的话，我相信今后我们会造福更多的困难家庭。云大医学院的设备确实有些落后了，我愿意出1块钱投资。我出1.5，我出1块7毛5投资。我出2块。再怎么说啊，云海大学是我的母校，我也是愿意为我的大学做出一份贡献的。不像某些人。江小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谁搭腔我骂谁了？杨院长，你说你有什么需求直接跟我说嘛，何必搞这出呢？有些事情啊，确实瞒不过林先生的眼。校长，我愿意出100块，给云海大学投资一栋楼。什么？100块？这年轻人是谁呀？怎么会有100块钱的流动资金？你们没看到他身边坐着的是宋京城吗？估计是宋京城的相好吧。这位林先生，您真的愿意花100块钱为我们云海大学建楼吗？这有什么呀？100块钱而已，这搁以前啊，也就勉强让我吃顿饭。谢谢林先生，谢谢林先生。有本事现在就把钱拿出来呀！我就不信没有宋京城的资助，你能拿出来什么钱？哎，今天刚好带了这100块钱。这就是传说中的100块钱？天哪，您真的愿意拿着100块出来投资？当然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林北，你知不知道全国流通的100块只有10张，它的价值远超于它的面额。那我这100块价值多少呀？上一次拍卖100块的成交价是809块。校长啊，你还是给我一个微信号，我转给你吧。好的，等这个实验楼建成以后，一定以林先生的名字命名。我的天哪！能够以名字命名一栋楼的，放眼整个华夏，除了那些名人，就再也没有了。林先生，恭喜！从此以后，您就能名垂青史了。花100块钱就能名垂青史了？那这青史未免也太不值钱了吧？老杨啊，你说这个林先生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呢？整整100块钱呢，还不够他吃一顿饭的。这我跟你说呀，林先生的身份呢，我劝你最好不要打探。为什么？林先生的身份呢，恐怖如斯。你就想想，像宋清城那丫头，她都没有资格拿出那100块钱，但是林先生却轻轻松松拿出来的。光是这层资本，就不是我们所能猜测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还记得上次医院需要那批医疗器械的事吗？那可是林先生捐赠的。我在此之前和云海银行的楚行长吃过饭，打探过，林先生的存款恐怕不止这个数。500，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啊？难道说5000？哎，谁呀？林北，你这结婚都请假1个多月了，还打不打算来上班了？再不来上班就被辞了。我操，这1个月变化太大，完全忘了我还有个工作。王主管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林北，你这1个多月都去哪儿了？你赶紧去找一趟王主管吧。这些天呀，他因为你的事都快气疯了。啊？你赶紧去吧。哦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他好像给不起女友5块钱的彩礼钱，被女方给甩了。被甩了？那他还休息1个月，真是胆子够肥。哎呀，王主管，你别这样，
这还是办公室呢。这个办公室今天不会有人进来，你放心。讨厌。韩露露，她怎么会在我们公司？进来。周管，听说你找我？是你？怎么，你们还认识？对。我管你认不认识，林北，你知不知道你请了多少天假？40天，整整40天啊！你现在抓紧，立刻，马上给我滚回去干活！知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时间，公司受了多大损失？哦，知道了。王主管，您刚刚对他说话这种语气，怎么了？难道我对一个每天干活不积极，就想着让公司给他发工资的员工，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没什么，王主管，您真厉害。你放心，小宝贝儿，只要你跟我继续刚才的事情，乖乖听我话，我呢，保证让你坐上秘书的位置。王主管，我呢还有一点其他的事情，您秘书的位置啊，我暂时就不应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我暂时呢已经没有应聘贵公司的想法了，还望您自重。妈的，林北，你这个王八蛋！要不是你，这个3线小明星早被我搞到手了。林先生，哦，是你啊？怎么不在云海互娱打扫卫生间，跑到我公司来给我上司当秘书来了？林先生，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我呀，不过是想拉近和林先生的关系，而且上次的事儿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不特地来给您道歉来了。哦，原来刚才你坐在我上司腿上是在给我道歉呀！林先生，人家真的知道错了嘛？而且啊，人家刚刚已经看出来了，刚刚的王主管那么凶你，他呀肯定在公司干不久了。哎，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兴趣招一个秘书啊？人家很全能的。求您给我一个机会呗。行，你想干就干吧，不过我可没公司发你。只要能跟着林先生干，哪怕没有工资啊，也能学到很多的。睡，就知道睡。今天你要不把这单客户给我拉过来，我有你好看的。王主管，咱们公司什么时候跟云海银行有了客户关系了？这事和你有关系吗？你只有想办法把他给我拉过来就行了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完了，林北这次彻底得罪王主管了。我听说过这个单子，云海银行那边的对接人特别傲气，根本就看不上咱公司这仨瓜俩枣的。要我看，林伟这次注定卷不开走人了。原来是在故意给我穿小鞋，还好云海银行的楚行长和我关系不错，不然还真能被他搞定。没问题，不就是云海银行的业绩单吗？我5分钟给你搞定。5分钟？不是，你小子请个假婚没结成，牛皮倒是越吹越大了。你知道这单涉及多少金额吗？1块钱，那可是1块钱啊！5分钟，你要能把它搞定，我今天倒立洗头给你看。行了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对，我说的。但是5分钟你要搞不定，你需要赔偿公司1块钱的误工费，并且卷铺盖，立马滚蛋。喂，楚行长吗？我们地盛集团跟云海银行有一个1块钱的项目订单，麻烦你帮我处理一下。吹，接着吹呀！我就不信，就你这样的小子，你也配认识云海银行的楚行长？哎，老板有什么吩咐？小王呀，干得不错，云海银行那个1块钱的单子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？难道这个项目不是交给你的吗？你不知道？知道，我真是没想到能这么快就处理好了。这次可要好好犒劳一下这个跑业务的同事。好。我听云海银行那边说是楚行长亲自处理的，这
这位小同事的能力很不错呀。明白。真是见了鬼了！这小子难道真的认识云海银行的主行长？这不可能啊！王主管，还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睡觉。睡什么睡？你别以为你小子刚刚完成了一个订单，你就能想睡就睡。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家。行啊，既然王主管不想让我睡，那就请你表演一下倒立洗头吧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睡吧，别睡太久啊！你们几个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手里没活吗？有活赶紧干！混账林北，迟早要把你赶出这里。林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1块钱这么大的单子，他竟然一个电话就搞定了。谁知道呀？真的好羡慕他。该不会这几天林北突然之间暴富了吧？不可能，他如果暴富了，还能来上什么班啊？您的银行卡到账利息725元。什么？725元？我刚刚是不是幻听啊？嚯，楚行长的利息这么快就到账了。哎，该死！我怎么忘了把手机提示音给关掉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新调的手机铃声，你们别太在意。林哥，来喝杯咖啡提提神。谢谢啊。韩露露不应该是王主管的秘书吗？她怎么突然对林北这么好？骚的一批，真羡慕林北啊，竟然连韩露露都能搞到手。小韩呀，跟我出去一趟，谈一个比较重要的业务。王主管，我现在并不是你的秘书，也不是业务部的人，你好像没有资格拉我跟你出去谈业务。怎么，你还不愿意啊？实话告诉你，在这里啊，我就是天，让你跟我走就跟我走就行了。哎，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迷上这小子了。我说怎么这小子一来不愿意给我做秘书，原来是被他勾了魂了。林北，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哎，楚行长，帮我走一个手续吧。我打算把地盛集团买下来，对，10块全款。你说你要找人把集团给买下来？你小子真快把我笑死了！10块钱，你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吗？别说10块了，就你这浑身上下，能拿出1毛钱吗？啊！王主管，你现在给林哥道歉的话还来得及。什么意思？小王啊，我能看到一个事情，从今儿起，咱公司老板就变了。老板变谁了？据说是一位叫林北的林先生，只给咱公司注资了10块钱呢。这下子，咱公司再也不用跑什么业务单了。哎，露露，我记得你也是学过一些财会知识的，对吧？对啊，我是会计专业毕业的。行，你待会儿去查一下这个王主管在公司的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行，及时交给警察处理，让他该吐的全都给我吐出来。王主管，好自为之吧。啊！哇，林北真的成了我们公司的老板了！我的天哪，他原来真的暴富了！你刚才看到他的样子吗？实在太帅了！以后就得抱紧林北的大腿，使劲往上挺。小韩，韩姐，你就放我一马吧，韩姐！你去滚开！早就对你恶心的不行了，变态！韩姐，果然还是老板的位置舒服呀，光是这真皮座椅就不是平常办公室能比得了，难怪都喜欢当老板。进来。老板，这是王主管这些年来贪污受贿的详细内容，总共涉案金额呢7毛钱，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直接把它交给警察就好。老板，那个我……怎么？还有什么事吗？老板，
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也知道自己曾经在云海大学做过很多过分的事情，可是我内心很愧疚，所以我想补偿一下你。补偿？老板，你放心，刚刚我进来的时候，在门上挂了牌子，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好好干就行，其他的不用考虑。我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我都这样了，他竟然还会拒绝。老板果然是个好人，和其他的男人完全不一样。星儿，你看那是不是林北啊？林北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能在这儿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湖滨别墅区，整个云海市最大的别墅区。像你这种人，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？星儿，你拉我干什么？哼，要我说呀，这小子就是故意装着跟没事人一样，其实他心里呀，早就后悔死了。告诉你小子，人家张乐意、张少可跟你不一样，为了让我们家星儿能早日过上好日子，早就在这儿给我们买了一套大的别墅，而且还是湖滨别墅区最好的湖心亭。哎呀，恐怕你小子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高档的别墅吧？你们真的住在湖心亭？哎，那还有假？张少亲口跟我们说的。那他没有带你们去看看房子吗？说你不懂，你就真的不懂啊！你还以为这大别墅的装修跟你的小平层一样啊？这别墅虽然竣工了，可是装修啊，最少也得半年以上呢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说这湖心亭的别墅都是装修好的，直接就能拎包入住啊？你小子不懂就别胡说！哎呀，搞得你跟住过别墅一样。我说你怎么有恃无恐的？原来呀，你是来送外卖的。告诉你傻小子，我看了这辈子你就只趁送外卖。别自作聪明了，等以后我们住进这湖心亭，没准哪天心情好，还让你来给我们送外卖呢，也来见识见识啊！这外卖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，我家就住在这儿。这是你买回家的外卖？你糊弄谁呀？你在这儿能有家？像你这穷酸小子，在我们云海市啊，就不可能有家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一直尾随着我和星儿啊？告诉你傻小子，别做梦了，我们家星儿啊，是这辈子你永远追不到的女人。阿姨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我对你一再忍让，但你也别太过分了吧？我过分怎么了？你敢把我怎么样？你来打我！你来打我呀！你妈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星儿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平常就你骂他骂的凶啊，今天转性子了？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是因为你女儿现在最起码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了。林北，星儿，林北竟然走进了别墅区。难道他不是送外卖的？不过他好像真的有钱了。有钱了？有钱算什么了？像他这种外地人，在云海市再有钱，也得给我们跪着。我倒要看看他走进了哪套别墅。星儿，你看，他竟然真的住进了湖心亭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湖心亭明明是张少给你买的婚房啊，他怎么能？对呀，这明明是张少给我买的，为什么李北能住进去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张少，那个湖心亭不是你给我买的婚房吗？为什么那个林北能住进去啊？杏儿，是这样的啊，本来呢，我的确是要给你买湖心亭来着，但是呢，我刚到的时候啊，湖心亭就被一位神秘的买家给买走了。不过呢，我能肯定啊，买下湖心亭的人绝对不可能是林北，
因为整个湖滨别墅的12套房呢，都被那一位买走了。原来是这样。那林北他怎么住进湖心亭了？宋倾城，哎，那个江南商会的会长。原来这个神秘的大佬就是宋倾城。难怪像他这样的身价，要想买到这12套别墅，那是绰绰有余。不过林北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被宋倾城包养了？我看估计就是这样。不过不要紧，既然林北被宋倾城包养了，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。星儿，你拍这照片干什么？他不是喜欢宋佳梦吗？既然他脚踏2只船，就不要怪我让他翻船。想不到你居然真的把这湖滨别墅群全买下来了，而且还搬到里面住了。你知不知道，这里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住所。你要是喜欢，剩下的11套你随便挑，我送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想要住有你的那一套。这还不太好吧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今天过来呢，一个是想和你一起出去吃饭，另一个我想告诉你，过些日子呢有一个书画鉴赏会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母亲的生日快要到了吧？到时候正好送阿姨一些生日礼物，祝她早日康复嘛。对呀，我妈的生日快要到了，如果不是宋倾城提醒，我自己都快忘了，真是笨死了。谢谢你啊，宋姐，如果不是你提醒，我早就忘了。别光口头谢谢啊，多做一些实际行动。你想干什么？过来帮我按摩。宋姐，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难道说你只是口头谢谢我？我不是，不是就赶紧过来，好好给我按摩，赶紧按，按完我们吃饭去。轻轻慢慢的按摩，从上到下，从外到内。来了，佳梦。林北，林北，你这是？林北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我有钱，我们郑家也有钱。要是你缺钱的话，你就跟我说，真的没必要出卖自己的身体，让宋倾城包养你的。啊？被宋姐包养？这什么跟什么呀？难道说佳梦看到了什么，然后误会了？佳梦，我怎么可能会被宋姐包养呢？你没有被宋倾城包养啊？那这个别墅是怎么回事？这别墅是我买的呀。不可能！虽然我知道你有钱，但这湖心亭的别墅，即便是我爸爸也买不起，你怎么可能买得起？这样，这湖心亭真的是你买的？不仅仅是这湖心亭，就连湖滨别墅这12套，我全都买下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得多少钱呀？竟然能买这么多别墅？没多少钱。哎，对了，佳梦，你刚才说你喜欢我？你听错了，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不说了。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家了。对了，你离宋倾城远一点。你都淋湿了，洗个澡再走吧，别感冒了。那好吧，不过你不许偷看。林北，你能进来帮我搓搓背吗？啊？搓背？这不太好吧？好像确实有点不太好。啊！佳梦，
家暴，伤人一下，马上给你上药。林北，你和宋倾城是怎么认识的呀？你还记得我上次送你的星辰之恋吗？那次拍卖会啊，就是宋姐的商会组织，那次认识。你可千万要记住啊，你千万不能跟宋倾城在一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小北，咱们要不转到普通病房吧？这特护病房的住院费实在是太贵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住院费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咱家呀现在有钱了。臭小子，你和你妈妈在哪儿呢？爸，你回来了？还没呢，那边的工程馆还没加，哪儿回得去呀？是你姑姑林亚文想找你帮忙给你表妹介绍个工作。也就是说方慧啊？是呀，你妹妹现在不是大学刚毕业找工作吗？就想找咱家看能不能帮帮忙。对了，你姑姑和你表妹就在咱们家门口等着呢，要是有空的话，记得回去一趟。方慧，听哥一句劝，赶紧跟我回家，这不是咱能来的地方。林北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是没有钱你就回家呀，我又没有求着你来。再者说了，今天有我朋友请客，我又不需要花钱，需要花钱的人只有你而已。方慧，小子，你要是没钱就赶紧滚，你妹妹我帮你照顾。方慧，你在干嘛？干嘛？我当然是看你有没有钱了。没想到你都上大学了，连张红票子都没，你真是个穷鬼，真寒酸。那是你的钱，把钱还给我。这些就当是我的精神损失费了。我知道了，爸，你让他们来医院吧，我妈这边我抽不开身。呀，嫂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病得这么重，你要不要紧啊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林北这孩子呀，非常孝顺，非要让我住这特护病房，浪费钱。这里是特护病房，林北赚大钱了。哎呀，林北能赚什么钱呀？他不是被人包养啊。小慧，别这么说，毕竟你的工作还需要你哥帮衬的嘛。小北，我这次过来的匆忙，也没有带什么东西，给你带了点这礼物，希望不要嫌弃。我会的。不嫌弃就好。这次过来呢，主要也实在没办法了。你们也知道，小慧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，这年头不好找工作。主要是那些用人单位呢，很不懂事。我都跟他们说了，我们家小慧是城里长大的，从小娇生惯养，干不得重活，而且呢，对物质要求也比较高。我让他们给小慧安排个活少的岗位，实习薪资1个月1分2分的也不算多，但是他们都拒绝了。不是外派跑销售，就是薪资给个0.2分钱。你说这不是埋汰我们家小慧吗？按照比例来算的话，1分钱应该是贬值前的1万块钱，实习期就敢要1万，他可真想得出。要不然，亚文让小慧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吧，我们这边财务能让她积累不少的经验。去干财务就算了，没有一点上升的空间，而且数的还不是自己的钱，跟过去的账房丫鬟有什么区别？太下贱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小慧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，是直接进公司做老总的，走的是高端路线。账房丫鬟算什么？给我1毛钱我都不会去。那你想让我们家怎么帮忙啊？小北啊，你现在不是赚到钱了吗？你那边有没有轻松赚钱的活啊？没有。我就说了吧妈，林北的钱就不可能是自己赚的。小慧，你闭嘴。小北啊，你看咱可是一家人，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。我的本意呢，
我是想让小慧进江南商会，最好是做个项目总监之类的，1年晋升副总，2年晋升老总，3年最好能直接做江南会长的位置，也不求大富大贵，每年呢有个2-3块钱的收入也就足够了。可江南商会的要求非常高，能够进江南商会的人，能力和学历的要求都比其他公司高得多。所以我这不就求你帮忙了吗？据我所知，你的弟弟就是林北的舅舅，不是跟江南商会有联系？帮忙说道呗。赵高他怎么看你这意思是不打算帮忙了呗？亏我们还买这么好的苹果来看你们，结果你们反倒不念亲情了啊！没有，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联系到江南商会。嫂子，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啊！妈，我都说了，咱们家没钱又没势，谁会理你这个穷亲戚啊？难怪没有公司敢要这个。哎，小慧，你不能这样说，我们不是不想帮忙，我们实在是帮不上。怎么就帮不上了？你们有去帮吗？是掏钱送礼了，还是去求人了？我们这才刚刚来，你们什么都没干，就说帮不上，这是帮人的态度吗？如果我不是看在你们家是亲戚的份上，我才不想让你们帮忙呢。行了，我可以跟江南商会联系。你林北，别以为你赚了点钱就能联系到江南商会那种大企业，那种大企业是你这辈子都凑不到边的。就是啊，你的那点钱放在江南商会面前连屁都不是。你们要是不想找我帮忙，就给我出去。还凶起来了。行，我现在就给我哥打电话，告诉他你们母子欺负我们，一点都不念及亲情。小美啊，别怕你姑姑生气，你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亲戚，能帮就帮吧。我知道了吧？搞定了。装，林北，你接着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就是啊，搞得好像你认识宋倾城一样，恶心就恶心啊！我还真认识宋倾城。别吹了，你要是能认识宋倾城，我还认识什么云海银行的楚行长呢。走吧，小慧，什么狗屁亲戚，这世道还真他妈世态炎凉，像这种暴发的土大户，我们家高攀不起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方慧女士吗？我们是江南商会。我是。是这样的，我们看了您的简历，感觉您非常符合我们公司要求，现在想邀请您在我们江南商会工作，请问你是否愿意？我愿意。好，小慧，这是你的电话。妈，是江南商会，他们决定明天录用我了，而且让我明天就去培训，而且他们还说了试用期薪资2分钱。呀，真是太好了！宝贝女儿，你能进江南商会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是老天有眼，是林北帮的忙。切，你没有听到刚才电话里说是看到我们家小慧的简历吗？是我们家小慧潜力出众，才千里挑一被选上的，跟你们家林北有什么关系？是啊，舅妈，像江南商会这种大企业，就算林北的后门再硬，这也一切都是靠我的实力啊。你行了，别说了，不就是想让我们谢谢你吗？行，我跟你说一句谢谢。没见过你们这么恶心的人。今天我高兴，懒得和你们这种亲戚计较。走吧嘛。小北，你别介意姑姑他们说的话，他们就是那样的人。没关系的嘛，有些东西他们拿着走，迟早也得吃走。还有半个小时，编织世界就要结束了，想想也是挺感慨的。我可是和林北接过吻的。接过吻算什么？我可是和林北体验过12种姿势的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都别吵了。干嘛？有件事
我要跟你们坦白一下，我从来也不是什么富豪，也不是什么有钱人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族罢了。我口袋里只有1万多块钱，但是这个世界不知道怎么了，突然之间，所有的物价都开始贬值，结果我就变成了最富有的那一个。但是现在，这个贬值的世界就要结束了，我也不能再骗你。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穷小子罢了，体验了一回富豪的生活，我很满意。林北，你干嘛去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。100天时间已到，物价恢复正常，感谢您这次的体验，希望本次体验能为你带来快乐。结束了，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。最新物价：布加迪威龙2000万，汤臣一品房价40万一平，梵克雅宝5万。果然呢，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恢复原价了。银行卡里面就剩1000多块钱了，果然还是得想办法找工作才行。到账1亿2,899万4,635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突然有了10几亿？林小兄弟啊，钱你收到了吧？收到了，楚行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能是怎么回事？当然是云顶山地产的那些人给您的合作费呀。而且呀，有些开矿的人在云顶山的下面挖到了石油。恭喜呀，林小兄弟，你这下子绝对跻身世界第1富豪的位置了。本以为云顶山的地产起码要几个月后才能变现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变现了，而且还变得这么多。你们好啦，我们不吵了，搞得你心情都不好，还说出那种胡话。就是啊，生气就直接说出来嘛，我们又不会逼你，大不了我们2个人一起伺候你。没错，不过我要做第一个。凭什么？林北先跟我认识的，他先给我告的白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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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可能这就是我这个平凡人的幸福。我的。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把100块钱当宝贝！不怪我啊妈，当时你也很兴奋的呀。我真是瞎了狗眼了，当时怎么就觉得这100块钱竟然能价值上千？您好，根据监控调查，我们发现之前一位大人物丢失的1亿元支票在你们手里，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吧。